我应该用哪个名字？用米修吗？我跟米修第一次见的时候，不就是在我们时装的时候吗？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帅，然后他，因为第一次刚接触的时候，其实我还是你们也了解我，就是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，然后他是非常热情、非常阳光的过来跟我打招呼，我就会觉得他是非常，反正非常好的一个人吧，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，在后来慢慢的接触中，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，对，所以我们还是成为了朋友，是这样的，这是我的第一印象。难怪你老找他打游戏。对，是的。对对啊，我不是也跟你们夸过米修很多次吗？私底下，对吧？是的。OK， 这个我们先不多说。那你对你的那个我呢？对啊，过了，我忘了，我把它忘了。对啊。所以我说你坐中间。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也是在就时装的时候，你后面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当时是觉得第一次对你的感觉好像是，当时你刚接触，其实话也很少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有我好像有相似的地方。就刚接触一个新环境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其实后来发现他的名字叫杨红，我感觉是个非常男人的名字。后来发现他跟我一样，也是大家熟了以后就会愿意打开自己，愿意做自己，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愿意在意对方，或者就是也是一个比较体贴的人吧，是，而且性格也很好，很有深度啊。对。好会夸人呢。讲好像我们这次其实是来救我们场的。对，对，我们团队里拍的还蛮开心，唯一的女人。我们演员觉得团队里。是的，主演非常重要的女主角。你这样夸完人就显得我很呆。可是你夸的太好，就是笨拙的可爱。是我对于薛文老师的第一印象，其实我会觉得他好像很沉稳的感觉，就第一印象很沉稳，因为他坐在那边去做那个在化妆嘛，坐在那边就很化妆，然后问他 say hello 一下，就很沉稳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好像还是很好接触的，因为我很担心就是演这样的戏的话，会和对手会比较以一种很冰冷的这种关系，那么就会有点糟糕，对吧？这种场景，但是其实接触下来，薛文老师很 nice， 很善于聊天，那么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成为朋友，也不用说很复杂的一个过程。对于杨红老师呢，其实跟薛文老师说的差不多，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女孩挺豪爽的，就聊天啊什么的就行，你说什么就什么啊，行，怎么就还挺爽朗的，就是觉得会接触下来就还挺好的。对，但是后来呢，又没有想到能有那么深的渊源啊。对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渊源是什么？许杨红是我的师妹，是我的高中的时候的一个师妹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在这个戏结束之后才发现是有这么层渊，就是对于好感对吧？加一。这个世界真的很小，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就另外一位冯老师也是我们薛文老师的直系师弟。
我其实走着苹果箱走到这的时候，我啪我下去了。上楼梯。有一场戏就是你来找我，跟我说要我揭发我爸的这个一些，就是在那个你家，然后那场戏就是你是哭了嘛，最后，但是那个其实场景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拍摄的时候其实是比如说一个机位，拍个全景，然后可能要调一个具体的机位拍特写，拍什么一个在别的景会调机位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拍的时候，杨红老师就已经哭了，那哭了之后，我们这个情绪，我自然希望他能保留下来。他不希望他一收，然后再哭，我就觉得这个对会很伤演员。虽然他可能会做到，但是这样会很伤害他的一个能量也好。所以我当时第一个镜头结束之后，他们要换机位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了一句话，我说你坐过来，因为他当时是站在那个沙发边上的，我就希望他是能够保持住那个感觉，就不要是因为受他们影响，所以我也不说话，当时我一句话都没说，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他在那边默默的整理自己那个情绪，然后我说你可以坐过来，然后就是不想去打断他的一个情绪。哎，我拍完了还跟我说啊，再给我比大，我说行，现在想了是得到师兄的夸赞。就是当时你记得，就是我在那个监视器后面看他们俩拍那个就是闪回的时候，然后导演说咔，然后我就在后面蹲着，我说别开，我们还不够呢。哪个闪回是浴室里？浴室里吹头发还是在干什么？就浴室里面那场夸张，就刚刚你监视器那边我完全开始尖叫了。就不是浴室，是那个，就是在前面，就是很温馨那种小画面。就给他吹头发呀，太多涂东西啊那些东西。就是现场我们的化妆师小六已经磕疯了，真的每天磕疯了。对，他们都是。对，一般现场他们那边真的笑的都很开心，在那边他们都看得很爽吧。就是我们其实，在拍的时候也能听到。